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从金刚展回来之后呢，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又可以重新给大家录新视频了。那么猜猜在金刚展上，我这次拿到了一本啥？居然拿到了一本是全日文版的迪斯派的产品目录手册我都没拿过他们的中文版宣传册，然后就在金刚展的时候拿到了这一本宣传册。那么正好就是这一期视频我们要说的这个电动手钻其实我拿过来的时候呢，也用了一阵子我是用了它这个附带的一套螺丝刀，也就是说我拿它来打螺丝了。具体的一些参数呢，之前网上肯定有很多各路大佬都已经进行测过了也不需要我去做过太多的介绍。那主要呢就是来讲一下我们在模型方面以及一些其他方面这一支它的用途吧前阵子我在做一辆那个喷完漆的一辆本田的小车的时候，它有些外部的保险杠装不上去，然后我拿它夹着那个就是平时那种打磨的那种打磨头嘛，来进行扩了一下孔，发现挺好用的，因为它本身转速不算太高，也不会融化塑料。用来扩孔什么的挺好的。那么今天呢，正好也是做到这个树脂车树脂车呢会有经典的这么一个底盘，这么拼上去之后是需要拧螺丝的。这两个位置其实你看，它官方都是没有开孔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是有孔，但这孔明显偏小如果你拿螺丝硬拧的话，它的树脂会整个开裂，那到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拿这一个电动手钻来实操一下，先来扩孔，然后再去拧螺丝。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干。我来看一下这个螺丝的直径 2.39、2.4， 那我们就是要卡着它螺纹里面，还是拿保险起见，我拿一个 1.9 吧，或者拿 1.8。不行的话等会儿再扩嘛，拿 1.8 来进行打孔，直接来打孔。很爽这种感觉。像这边的孔它是偏的，有点偏的，我们要往边上来一点。正转反转也能退出来，还真是。曾几何时我觉得电动手钻这个东西，这不是为懒人准备的吗？谁懒得连这个拧一个洞、打个洞都懒得去打呢？后来才发现这个懒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懒，才能出来这么多好东西。可能孔要稍微扩一点才行，现在有点紧。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一直扩孔，持续扩孔，给它扩孔到了 2.1， 用了 2.01 的这一个钻头才算是把它比较好的拧进去了现在应该说是非常的牢固了。如果不是这个电动手钻，我刚才一直从 1.8、1.9、2.0、2.1 那么拧下来，可能用普通的手钻手都已经拧废掉了。那么所以说偷懒也促使人类发明了很多有用的东西。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迪斯派把这个电动手钻直接给寄了过来。那么让我在金刚展之后也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它现在目前呢，它现在就是最小的钻头就是从 1.0 一直到 3.1， 再小下去呢，可能在民用上面用的会比较多的一些，比如说像这种赛车的这种铆钉孔这种赛车的这种铆钉孔这个东西呢，可能要用到更细的 0.5 的钻头，但这也不要紧，因为它这个是卡口的嘛，是这样加紧的，所以说我用比较低速的神手的那一套钻头也可以完美的兼容。那么好了，这一期关于这个电动手钻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我接下来的行程呢，一个是上海的一个展览，还有那个比赛嘛，是6月下旬的时候呢，到时候上海的小伙伴也可以
大家出来互相玩一玩，看一看。那么具体其他的要等到回来之后再做一些视频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下期再见，拜拜。